上回书说到，妖尾与恶魔之心展开战斗，马卡罗夫会长被恶魔之心的哈迪斯重伤。哈迪斯身份曝光，竟然是妖尾的第二代会长普雷西托。纳兹对战炼狱七眷属之一的赞克罗，冒险吃下赞克罗的黑暗火焰，勉强将其打败，但自己也身负重伤。另一边，乌鲁提亚终于找到了杰尔夫，他就是此次恶魔之心进攻天狼岛的目的。只要得到杰尔夫，只有魔导士可以生存的新魔法世界就会降临。阿尔夫曼和艾巴格林敌不过守护圣兽迅雷，一路逃命至悬崖边。艾巴气得大骂艾尔夫曼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两人发生争吵，迅雷已经逼近悬崖边，以那个大块头加上惊人的破坏力，可能用不了几秒，悬崖就会断裂。艾巴有些担忧，自己能飞不要紧，可是埃尔夫曼就很危险了。阿尔夫曼听闻此话，一条妙计应运而生。他抓住艾巴的肩膀，高兴地说：“你这副看起来很聪明的眼睛，还真是没有白戴呀！原来还有这样一招。”艾巴一愣，不祥之感从心底冒了出来。下一秒，阿尔巴夫就将艾巴丢向了空中。阿尔夫曼自己的迅速绕到了迅雷的身后，使用全身接收变身兽王之魂，挑衅迅雷攻击。迅雷一拳头砸过来，脚下的岩石立刻崩塌，迅雷和坠落的岩石一起坠下了悬崖。艾巴从空中落下来，狠踹埃尔夫曼，并大骂愤怒地谴责其不忠不义的行为。就算我会飞，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把我扔出去吧。灰发帅哥拉斯提罗斯赶上来，看到这一幕后说道：“原来这就是相爱相杀吗？居然还有肌肤之亲，刺激！”拉斯提罗斯认为，眼前这一对俊男美女一点魔导师的样子也没有，而且战斗方式一点不优雅，让自己深感恶心，所以自己今天就要当场将两人抹杀。大魔法世界不会需要这样的人。阿尔夫曼表示自己死不死无所谓，但是你说的大魔法世界是真的吗？这个世界上魔导士只占总人口的1成，9成的人都是不会魔法的普通人。拉斯提罗斯说得好，所以那9成的人都得死。你想想，真的需要那些人吗？那些不会使用魔法的人就如同无法点亮的蜡烛，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阿尔夫曼怒不可遏，冲了上去，将他的黑色爪子死死摁住，同时接受了这个能量，并同样还以拉斯提罗斯。拉斯提罗斯的左手变化出一张盾牌，挡下了埃尔夫曼的攻击。不过埃尔夫曼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趁着拉斯提罗斯两只手都被困住，伸手便摘下了他的眼镜。艾巴趁机用石花之眼攻击了拉斯提罗斯，然而这一招对拉斯提罗斯根本不起作用，他举起黑色爪子将埃尔夫曼和艾巴格林给拍倒在地。我使用的魔法是想象力巨献之弧，将我所想要的东西实体化，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魔法，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被人打败过。显现吧，帝国之塔，摧毁那愚蠢妖精的悲伤。一个巨大的塔从一片光芒中缓缓浮现出来，巨大的吸力把埃尔夫曼和艾巴格林紧紧吸在上面，两人动弹不得。面对敌人压倒性的优势，艾巴深表愧疚。如果自己不是埃尔夫曼的搭档，说不定埃尔夫曼就能成为 S 级魔导士，就不会输了。阿尔夫曼说：“别说傻话了，正因为有你在，我才能走到这一步。”另一边，纳兹从昏迷中醒来，温迪已经把围巾恢复原样，并细心地帮纳兹为证。只是马卡罗夫老爷子的情况还不是很好。这时，纳兹突然闻到一个熟悉又让他不安的味道，那个味道来自于加尔纳岛上的面具人萨尔蒂，曾经与纳兹狠狠地打过一架。纳兹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于是向味道来源的方向奔去，不知不觉走进了天狼岛深处。突然脚下一滑，从一个很陡峭的长坡上溜了下去，掉落到坡道底部后，纳兹发现杰尔夫居然也在这里。哈比在上空惊呼：“纳兹，小心脚下！”纳兹脚下的石头突然裂开，接着一棵参天大树拔地而起，施法的人正是一直守着杰尔夫的乌鲁提亚。纳兹闻到的熟悉气味就是从乌鲁提亚身上发出来的，一定没错，他就是那个面具人。乌鲁提亚要保护杰尔夫，纳兹来找伤害伙伴的敌人报仇，二人话不投机，直接动手开打。乌鲁提亚控制水晶球攻击纳兹，接着一招未来闪现把纳兹打倒。另一边，第一时间得知敌人入侵后，正在寻找其他同伴的艾露莎和朱比亚遭遇了七眷属之一的粉头发百变小樱梅尔蒂。梅尔蒂发动进攻，用罪恶之地魔法召唤出数把黑暗之剑，这种招式可以刺激痛觉神经，所以即便朱比亚是水也避之不及。天狼岛海岸边，评议会幸存人员正在搬运伤员，修复船只设备。梅斯特向拉哈尔分享了一下自己所得知的情报。
魔法界的3个眼中钉、妖精的尾巴、恶魔的心脏、杰尔夫都在岛上，可谓是齐聚一堂，真的很让人头疼。这是多大的偶然啊！梅斯特认为，妖尾和恶魔的心脏、杰尔夫虽然都被评议会视为眼中钉，但本质上完全不同，没必要一概而论。想到妖尾的伙伴，梅斯特心里还是觉得挺不是滋味的。拉哈尔说：“决定这件事的可不是我们，做自己该做的。”露西这边，他们从山羊头这里听说了恶魔之心此行的目的，什么大魔法世界，这对于普通人和魔导士都没有什么好处吧，属于是损人不利己的目的。山羊头表示，你们不需要评论此事对错。炼狱七眷属这次来到有2个目的：活捉杰尔夫，歼灭妖尾公会。格雷一听要动手，那就来吧，难道怕你不成？洛基拦下格雷，示意大家先行离开，自己要留下来和这个山羊头1对1单挑。看上去这个山羊头很强，似乎格雷4个人加起来都打不过他。其实山羊头使用的是古魔法中的人性从属魔法，就是暂时削弱人类的战斗力和魔力的魔法，也被称为统治者的魔法。但是这个魔法对心灵洛基没用，所以只有洛基可以对付他。最重要的是，这个山羊头本身就是心灵，他就是摩羯座的凯普利考恩。听到洛基这样说，大家也没有办法，如果一直被削弱魔力，也无法战斗。所以格雷3人听从洛基的劝阻，只好把洛基1个人留下来对付山羊头，大家去寻找其他的敌人。露西对洛基十分不放心，他想要留下来，但洛基态度十分坚决。露西无奈，临行前他叫着洛基说道：“一定要回到我这里来呀，一定啊！”格雷3人离开，洛基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和山羊头交手了。山羊头作为心灵，竟然已经从星界消失了17年之久，这种事情可不大正常。洛基问：“你的主人是谁？”凯普利考恩说：“我不需要主人，我才是驱使人的主人。”凯普利考恩打开异界门，召唤出3将神。那是在779年，在鲁本加城战中率领反政府武装队获得胜利的年轻英雄。公式记录着他在战后失踪了，其实是被凯普利考恩驱使成了手下打手。星灵竟然抓捕人类，召唤人类，这种事情让洛基大为震惊。凯普利考恩表示，下一个目标就是洛基的主人露西，必须把他拿下，做自己的部下。有个热门词语叫什么来着？女仆。不过那个女人越看越眼熟，凯普利考恩在记忆中搜索一圈，惊讶地发现，原来如此，那个女人是雷拉的女儿吧？绝对不能让她活下去！那个女人在哪儿？凯普利考恩召唤出弓箭手萨马古伊去追杀露西。这个弓箭手不是一般人，连作为心灵的洛基都知道，这家伙是传说级猎人。他一出手，那露西不是必死无疑。洛基追上弓箭手，阻止他追杀露西。弓箭手尝试几次都没能得逞，十分恼火。洛基冲上前，一拳将其击败。凯普利考恩情急之下召唤出一群人类小弟，但都被洛基击败。凯普利考恩在20年前与露西的母亲雷拉签订契约，成了他的心灵。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凯普利考恩现在都应该认露西为主人。这小子现在坏了行业规矩。凯普利考恩用人类隶属魔法人类日光，用影子困住了洛基。洛基说：“你是和凯普利考恩融合的人类吧？”凯普利考恩默认了洛基的说法，准备将洛基的身体也融合进来。洛基用魔法从凯普利考恩的魔戒中逃了出来，并一拳头将凯普利考恩打倒。没想到躲在凯普利考恩身体里的那个家伙，竟然趁此机会移民到了洛基的身体里，将他的身体霸占。下一个目标露西，只要能将这个主人杀死，自己就完美了。就在这个家伙为自己的计划沾沾自喜时，山羊头凯普利考恩醒来，用魔法将洛基体内的那个人类给打了出去。原来在他们2个即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凯普利考恩突然得到了洛基的力量，因此被打倒之后还能活动。这个男人想要反击，但是他使用的这种魔法的能力突然发生了反噬，自己被吞进了光波之中。没有了这个霸占凯普利考恩身体的男人，凯普利考恩也恢复了原来的意识。他告诉洛基，露西的母亲雷拉因为身体不好，从魔导士的世界隐退了。雷拉拥有的3只心灵分别由仆人继承，其中之一就是那个卷发男人祖迪尔。凯普利考恩和雷拉缔结了另一个契约，未来永远都守护雷拉的家人。如果将来雷拉的后人走上了魔导士之路，自己必须助他一臂之力。所以现在凯普利考恩的契约者变成了露西。祖迪尔本来也是同意这个契约的，但是后来他离家出走，接触到了魔道黑暗的部分，然后触犯了禁忌，与凯普利考恩融合了。就这样，凯普利考恩作为心灵重新回到主人露西的身边，与洛基一起回到心灵界去恢复体力去了。格雷一听慌了，那我的考试怎么办？我还想成为 S 级魔导士呢。一提起 S 级魔导士，卡纳心里比格雷还慌。
没有人比他更想成为 S 级魔导士。卡纳提出兵分两路去寻找七眷属，强行支开格雷。接着百般向露西打听梅比斯的墓地。露西根据自己的推测告知了墓地大概的位置。卡纳得知后便迷晕了露西，接着独自一个人踏上了寻找墓地之路。为了完成自己的目的，他必须要完成 S 级魔导士的考试。而露西晕倒在路边，正好被七眷属之一的大块头华苑遇见。雷比和丽莎娜搭建了简易的营地，将加基鲁和米拉放在这里休养。阿尔夫曼带着艾巴找了回来，哭着说敌人太强了，作为男子汉太没出息了，姐姐和拍档我都没有保护好。雷比说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因为考试我们分散到了各处，虽然是一时的情况，但是比起同伴，大家优先考虑了自己。现在这样不行，敌人太强大了，我们是妖精的尾巴，大家的力量思想能够合二为一的话，绝对不会输的。本期内容就是这些，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再见。